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的人生？语言会决定你怎么看自己，跟你怎么面对人生。一个人如果常常讲“哎呀，我做不到啦，哎呀，我不行啦”，那他的大脑呢就会习惯产生一种思维哦。什么思维呢？就是我是失败者，或者说我能力不足啊。那久而久之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就会配合这种负面的思维哦。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想事成哈。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经常对自己说“我再试试看”，或者说“我一定会成功”，那这个人呢，就比较会展现更多的勇气跟行动力呀。常常说人生好苦啊，或者人生好困难呐，像这种人啊，他也会觉得人生处处都是障碍啊，明明都没事，他也会觉得处处是障碍啦，这个叫做心理障碍啦。相反的，常常说这个虽然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机会哦。那这样子的人呢，就会比较容易从低谷中去翻身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随时都在说话，其实这些话语呢，就是在反映呢自己的人生立场跟人生观啦。因此呢，我们选择说出什么样的语言，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基调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自己啊，那我们就会活成什么样子的人呢？命运是天注定跟人努力的交错结果啊。所谓说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所以命运不是完全不可逆转的哦，但也不是完全可以掌控的。影响人生命运的因素很多，连语言都是其中一个因素哦。那大家可能会很疑惑哦，怎么连说话跟命运的好坏也有关系呢？有关系哦。语言虽然不是命运的全部啦，但它却是塑造命运的重要工具。能说出雅言正语的能力越强的话呢，命运的选择权跟主控权呢就越多了。有些人是无从选择，常常感觉到身不由己啊。那有些人却是什么样？很多选择，条条道路通罗马，身心由己啊。那这其中呢，什么样的语言习惯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哦。因为呢，正向语言呢，就好比是车子的油门呐，那负向的语言呢，就好比是车子的刹车啊。那踩油门呢，让我们永续前进啊；踩刹车呢，让我们停滞不前，不是吗？因此呢，语言不只是我们嘴巴说出来的东西而已啊，它更会变成内在的剧本呐。这个剧本会引导我们过一生呐。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说管理好自己的语言，管理好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那这样就能够逐步改进我们的命运啊。一个黑人司机啊，载了一对白人的母子啊。那这个孩子问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个司机伯伯他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呢？”那妈妈就微笑的说：“上帝为了让世界色彩缤纷呐，所以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呐。”后来这个计程车到了目的地啊，黑人司机呢都不收钱哦，并且就跟他们母子说道：“小时候啊，我也问过我妈妈同样的问题啊，但我妈妈说我们是黑人，注定是低人一等。如果当初我妈妈换成你这样回答的话，我今天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另外一个我了。”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在撒播不同的种子啊。正向积极的语言呢，会成就我们的一生啊。因为语言塑造了信念嘛，那信念影响了行为啊，而行为改变了命运嘛。所以正向、积极、乐观的语言呢，都是一种口德。相反的呢，负面、消极的语言呢，也可能摧毁我们的一生哦。不是被外在的因素摧毁啊，
而是被我们内在的因素障碍或者限制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心理障碍啊。我们讲出来的话，都会变成我们潜意识的信念哦。简单讲啊，这个就是心念的种子啦。所以什么样的种子，就开出什么样的果实嘛。举例来讲啊，有人说话很消极的，很负面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就有这样的人啊。他会常常讲：“哎呀，我不够好啦，哎呀，我能力做不到啦，我怎么这么倒霉？哎，我的命怎么那么苦？”等等啊，这些负面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暗示啊。而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把这种暗示呢当作事实哦，然后呢，行为就会展开配合，结果就是导致怎么样？焦虑啦、忧郁啦、恐惧、抱怨、哀怨、自我否定等等，甚至造成免疫力跟专注力下降哦。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什么？越担心的事情，越会成为事实啊，这个道理啊。这是因为心念跟注意力呢投入其中了啊。所以祝福有祝福的力量啊，诅咒也有诅咒的力量啊。如果只有念头了哦，只有念头而已啊，但是没有身跟口的这个付诸实行呢，那这样子的业是很微弱的。相反的，恶念起来了，那不但转变成为语言，还付诸行动，那这个业就造大了。那这样听起来，有些人会认为，那我只要没有付诸行动的话，即使有恶念或者恶语，那也是没有多大的业呀。不是这样哦，有恶念但没有恶行，或有恶念但是没有恶语啊。这样有没有造业啊？有没有业报呢？这个要分3个层次来讲啊。第一个是身业，身体的身业啊，身体做的事啊，杀生啊、偷盗啊等等啊。第二是口业啊，也就是说语言上的行为啦，也是行为哦，因为说出来了嘛，就像妄语啊、恶口啊、两舌啊等等嘛。那第3是什么？意业。也就是思想上的起心动念啊，贪嗔痴就是这个意思啦。然而，比起恶念跟恶行呢，这2个的业报的轻与重是有区别的哦。我们来好好解释一下哦。第一种情况哦，起的恶念，但立即忏悔啊，止恶，这样有没有造业啊？有，但只是轻业。业力很弱，因为只是在想法上没有付诸行动嘛，甚至可以消除，因为你忏悔了嘛，可能可以消除啊，但是还是有微弱的业。那第2种是什么？不但恶念持续啊，还复制贴上啊。那这虽然只是停留在恶念而已哦，只是恶念一直层出不穷嘛，但是没有付诸行动啊，这样也是算有造业的。不过这是中度的业。第3个情况是什么？起恶念又造恶行哦，化为行动了，那这个是重业啊，很可能果报呢是迅速显现，而且呢苦报可能会持续加深了，越来越恶化的意思了啊。瑜伽师地论中有提到啊，意业先行呐，意思是说心念是造业的起点呐，如果不马上把它制止的话呢，这个恶念会继续引导身跟口的两业，会引导他们2个。因为呢，起的念头就算播下的种子啊，因已经种下去了啦。那种子已经种下去，再加上阳光雨水的这个外源的滋润啊，那果报就现前了啊。所以起念头就是在播种啊。同样的道理啊，说话也是在播种啊。一句话就是一粒种子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是在播种啊。这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的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啊，就是一句话一个种子嘛。所以当我们把话说出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种子就已经在影响别人了嘛，对，让人笑让人跳，不是嘛？对，而且言谈中呢，也会让别人更加清楚
我们心中的念头，甚至看到我们一直在造口业啊。所以口业有分啊，恶口业跟善口业啦，有分呐。那恶口业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妄语啦，或者是两舌恶口、绮语等等这4个。善口业就是随着雅言正语呢，播下福德跟祥和的种子这个会让人带来吉祥的命运其实有时候说话的口业比起心念的意业更快成熟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意业是还在心里面嘛，那口业是已经讲出来了所以也可以说，起心是播种，语言是灌溉行为呢是收割。那这句话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用心对别人说一句好话，就好像在祝福别人嘛。那自己对自己而言，好像在自我发愿你从你自己嘴巴讲出来那这个就是用智慧说好话啦不但鼓励了别人，也激励了自己这个就是慎言谨慎的慎那一句话没有用心讲，或者心直口快，这明明是一句好话呢，但因为脾气不好，或者造成口气不好以致呢说出来的话呢，会重重压在别人的心头上那这个就是失言的啦爱说是非的人也会很容易招惹是非啦。很会激励别人的人不但改变别人的生命，也会改变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一个喜欢说是非的人，其实最先听到的是非就是自己的。一个喜欢数落别人的人，其实最先被数落的就是自己。因为从嘴巴讲到这里来，不是最近吗？对，一个喜欢说同样的道理一个喜欢说负面语言的人最先听到的负面语言也是自己这么近其实呢，自己耳朵会听到什么语言跟讯息呢，就跟自己的嘴巴会说出什么语言呢，是息息相关的啦。一个人的心如果常常是充满负面的思想自然就会听到很多负面的讯息更会以负面的思维呢去解读任何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当他听到负面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很容易自乱阵脚，无所适从。所以人人都会说好话，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说正语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精准掌握说话的时机因为心中有正念的人才有可能讲出正语啦。所以要讲雅言正语也是要经过学习因为它是一种说话的习惯，所以要先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因为心中有正念的人才有可能说出雅言正语嘛正信正向积极乐观、优雅甚至幽默的话，通通都可以叫做正语雅言正语那心中没有正念的人呢，他讲出来的话就会是负面的悲观的丧气的抱怨的甚至两舌恶口或绮语，这些都叫做邪语，邪恶的邪。那邪就是不正嘛，正语嘛，不正就是邪了，对。所以说话是一种习惯那习惯说雅言正语的人呢，你要他说出那种唉声叹气的话他会感到不习惯这个我很有体会。你要叫我说出一句消极叹气唉声叹气的话，我说不出来也是慢慢学习的啦同理呢，习惯心直口快、直言直语的人你要他讲话不要那么直言直语，改成直话圆说，或者慢慢的说、婉转的说，他也是不习惯那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了。有时候以前我们去参加那个街头募款嘛有大灾难来，我们就去街头募款。你会听到有人说什么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你跟他请他捐钱，他会说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那号召捐血活动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也会说我都欠血了，我还捐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很纳闷，都会捏一把冷汗那明明看到都平安无事怎么讲自己欠救呢？那明明看到身体都很健康怎么会欠血，讲自己欠血呢？那这个就是在诅咒自己诅咒的话
也是有诅咒的力量，刚刚讲的不是吗？所以说话的声色、念头、情绪、口气等等啊，都是代表一个人的涵养哦。这个需要学习。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了哈：温良的舌头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的确啊，说出来的话如果会令人不悦啊，甚至伤人呐，或对己无益，对人不利啊，这个就是近世语所说的，不懂得机智的问答，也不懂得适时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不幸，会造成不幸的哈。古时候啊，在一个村庄里面住着一个很爱说负面语言的年轻人啊。有一天呢，这个村庄里的一位员外啊，要娶媳妇啊，他准备邀请村子里所有的村民一起来参加这个婚宴呢。但是员外就很担心呐，这位年轻人呢，在喜事中会讲出，在喜事中呢会讲出不吉利的话。但是如果不邀请他嘛，又怕别人误会说我们这个员外是有分别心呐。因此呢，这员外就派人呢去跟这位年轻人呢事先约法三章啊，希望他在晚宴中尽量吃少说话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没关系啊，我就吃啊，不讲话。那晚宴中，这个年轻人呢，果然信守承诺，大吃大喝，而不言不语，一直到晚宴结束。但老员外放松一口气啊，还好，这爱说负面语言的年轻人都没有讲话。晚宴结束要送客啦，那宾客们呢，一一给老员外跟一对新人说祝福的话。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呢，他这个年轻人对着老员外说：“员外，我今天晚上可是照你的话我尽量多吃我没有说一句话员外就很感激万分嘛，谢谢你的配合那这个年轻人就继续说了，所以将来这对新人发生什么事那跟我无关老员外听到当场昏倒，最后一句话还是没有好话，对，只说一句话也是没有好话，这个要习惯了说话的习惯了。那披头士的约翰南龙曾经公开说一句话，他说披头士现在比耶稣还要受欢迎这句话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不仅导致美国许多电台抵制披头士的音乐还有公开烧他的唱片台湾作家三毛在1991年的1月4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浴室自缢身亡上吊身亡了。他的自杀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其来有自有明显的预兆包括什么？他不仅公开谈论死亡在他的书信跟日记中还经常有告别式的那种语气临终前几天还对朋友表示说自己很疲惫，想休息虽然不能说三毛是因为说负面的语言而往生的，不能这样子讲，但可以说他的文字跟语言不仅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也可能在心理层面呢强化了他对死亡或者轻生的认同最终影响了他对生命的选择那三毛也曾经在访谈中谈过他说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一直在找死亡的出口并且说呢，我不怕死，我只怕所爱的人不在所以一个人如果经常在谈论死亡跟绝望或者用文字不断的重复哀伤跟孤独这种负面语言很多那甚至预先谈论结束生命的可能，透露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了。那这些语言可能就是在反映出他长期内心的孤独跟空虚以及对生命的倦怠感那这样也有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的人生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港星叫做张国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他患上忧郁症后呢，在2003年的愚人节那天呢，选择跳楼自杀。他生前常在受访时说道：“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疲惫，跟三毛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有时候他也会说，
哪一天我不见了，请大家不要惊讶。那张国荣在这个电影《异度空间》里呢，他是饰演一位精神异常者啊。那拍摄期间呢，这个情绪更是受到剧情的影响哦。所以他在遗书中的表示啊，我一生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何会这样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没有贵人啊，这些都是已经在反映他长期内心的痛苦跟绝望，造成不正的心理化为不正的语言然后再化为行动，最后选择跳楼自杀。好，那以上讲的都是负面语言对人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啊。现在我们来谈谈正向语言如何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正向的影响啊。举例来说，大家更有感啊。例如林书豪啊，这个球员，那个篮球的这个职业篮球员哈。那他是第一位打入 NBA 并造成全球轰动的华人球员嘛。那他早年因为种族背景跟外形被低估、被排挤啊，在面对媒体跟外界质疑的时候呢，他从来不回击或者是口出恶言哦，而是常常说我要专注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没有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啦。那他也说，我感恩每一次上场的机会。他的这种正向语言跟态度，让他在以前不是流行林来疯吗？那个时期呢，大受欢迎啊，而成为亚洲青年励志向上的象征啊。他即使受伤退役了，还是活跃于公益演讲啊，跟助人的领域啊。这也是一个标杆的人物了啊。那再来讲一位名主持人啊，大家应该对他都了解，叫做蔡康永啊。他选择用温柔、尊重、正面的方式呢来主持节目。其实台湾的综艺界大部分主持人都是以毒舌跟挖苦为主流啦，这样才有收视率嘛，对。但是蔡康永就比较不同，他常常用正向的语言来主持。他曾经说我不需要赢过你，我只想理解你啊。那他在他出版的书叫做《蔡康永的情商课》这个里面呢，教大家如何在情绪跟人际中呢学习说正语啊。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哦。还有一位国际巨星呢，大家对他更了解的啦，叫做周润发，发哥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他从影超过40年，从来没有传出耍大牌或者语言伤人的这种花边新闻。那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或跟他在跟自己员工对话的时候，他常常说：“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啊，哪里做不好就请多多指教啊。”这个不简单的这样的涵养呢，造成周润发被公认为最有修养、最亲民的巨星之一啊。那正语的风格不但让他走得长远，也让他退休后呢投入公益跟林书豪一样受很多人的敬仰啊。还有一位被誉为最有教养的歌手，叫做李克勤他曾说过歌手不是偶像是职业，是一位很中肯又实在的艺人这个更是娱乐圈中少见的德艺双馨代表人物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红尘滚滚的这个演艺圈里面呢，要做到这样实在是不简单我自己也经常用雅言正语来激励我自己例如这个线上读书会，2年前疫情解封的时候呢，实体解封之后了那实体活动纷纷恢复啦，加上要出国出差，要准备这个读书会的时间明显减少很多时间不够用那要怎么办呢？把它停播就一了百了了，不是吗？因为放弃很容易然而要坚持就不容易那要凭什么去坚持呢？用激励的正向语言来激励自己，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虽然很忙，看起来是没有时间，但只要有慧眼，就能看到还是有很多时间。我就是凭着这句话呢，自我激励还是创造很多时间因此，我是把所有零零碎碎的时间呢，充分使用结果零碎时间变成黄金时间也因为把一些所谓的垃圾时间拿来充分使用，结果垃圾变黄金了
黄金变清流啊，清流绕全球啊，对不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样的妙用时间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很精致，没有随便浪费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什么？这是自己难得学习的机会啦。哦，把它当作工作就会很辛苦啦。把它当作学习，或者自己的兴趣啊，不要说使命啦，没那么伟大了哦。自己的兴趣啊，做得很欢喜，哎，这样就会持续嘛。那我自己是从读书会里面，这个读书会哦，我也学习很多啦，哦，所以也是讲给自己听啦啊。另外呢，人群中的修行呢，避免不了被人家冤枉、误解、凌迟、羞辱、伤害等等，这些都会削弱我们前进的力量哦，会阻碍我们哦。那一样的道理啊，选择退却或停下来很容易嘛。但如果要逆风前行或逆水而上，那这个就要先自我心理建设哦，也就是用雅言正语啊来激励自己啊，告诉自己啊，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并且告诉自己，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呐，这样就能一念心转万境转了。同时我也提醒自己哦，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压力，会产生压力，那是因为自己的抗压性不够，就好像病毒或被病毒感染了，只要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够的话呢，还是不会生病啊。相反的呢，免疫力不够，抵抗力不强，不要说病毒来找我们了，只要身体稍微疲累一点哦，我们自己体内的坏的细胞啊、细菌啊，就会先反扑了呢。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因为敌人不是来自外面的，而是来自内部啊。所以先安内才能攘外啊。团体也是一样啊，团体内部要先安顿好，才有办法向外扩展，一样的道理啊。务必自腐而后重生也是一样。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这些至理名言都是道理相通的啦。人生问题千百种啊，人生困境万万难啊。想要过关斩将，就要学习18般武艺啊，所以要永续学习啊。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啦，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而是凭着一步一脚印的不断学习而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啦。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着法音跟妙音的歌曲啊。因为呢，法音传千里啊，妙音响不绝啦。那多唱就是多说出来一样的意思嘛。那多唱就多祝福，多说就多加持嘛。那大家一边欣赏这个优美的旋律的时候呢，也要一边体会歌词里的意境哦。那这一首悦耳动听的歌曲呢，是由王建勋师兄所做的，那他已经往生了哈。那这首歌呢非常疗愈啊，也很激励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同时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再见。自己人呀，做自己，回忆中多少风和雨，走过坎坷来时路，全凭虔诚和毅力。自己人呀，唱自己，佛陀共在心坎里，大家一起来行善，慈悲天地最美丽。去哪里才能找到真善美？真善美就在自己的世界里，经此今生走一回，心儿里充满无限法喜。自己人呀，爱自己，一生沐浴在阳光里，到处是和风送温暖，欢迎